你在这炼丹房一待就是6日，闷不闷？为师傅炼丹怎么会闷啊？16师兄，你还记得我们刚拜师的时候吗？怎么会不记得？你我同时踏入大殿，同时想要拜师，就为了谁做16，谁做17，还争了好久。哎呀，说起来师傅还真是偏心，虽说叫我做了师兄，却把刚才练好的玉清昆仑扇给了你。你呀，就是命好。你还说，不就是因为那把扇子，我叫了你9万年师兄，你还觉得自己亏了17，没什么。怎么啦？想说又不说了，一副丢了心肝的样子。你说什么呢？我这么没心没肺的人，怎么会有这种时候？对，你这么没心没肺的人，怎么会有把一颗心挂在别人身上的时候？16师兄，16师兄，你起来，你没事吧？到底怎么了？上神就是上神，你这一掌也太厉害了，我险些命丧当场。我这一掌不过与你开玩笑的，而且你的修为7万年前就不应该这么低了。这7万年，你就算再懈怠，也不应该是这样的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不关你事。好，你不想与我说便别说了。但是我猜，应该是因为你那露水情缘吧。还真被你说中了。她长得好看吗？比你好看。真的？在我心里，比你好看100倍、1000倍。不与你说了，明日师傅就要闭关了，师兄们也都各自要回任上了。你呢，16师兄，打算去哪儿？我要去无望海。无望海，那不是天族安葬的圣地吗？你去干什么？还能干什么？当然是终此一生，为天族守墓，直到灰飞烟灭，身归混沌。你别开玩笑了，墓有什么好守的？你不懂。当一个人再无所求的时候，你让他干什么都是一样的。再说，这是我曾经对上苍立下的誓言，只要上苍能够成全我当时的心愿，我就要在无望海度过余生。师兄，你别问，问了我也不会告诉你。师傅，徒儿错了。喝了这么多酒，哭出来才好，否则郁结进肺腑，就可惜我这些好酒了。
师傅，这是之前折颜炼好的丹药，师傅，你一道带入洞中吧。师傅，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？你跟夜华的大婚定在何时？10月小阳春，桃林尽开，是个好时候。17，等你入了天宫，你便是太子的人。天宫不比昆仑虚，有许多繁琐的礼节和规矩。你要记得收敛自己的性子，不要再闯祸。之前在昆仑虚的时候，我就一直闯祸，都是师傅您替我担着。这些我都知道，我一直放在心里。师傅您放心闭关吧，之后夜华他会照顾好我的，一定不会再让我闯祸了。我还等着师傅您早日出关呢，最好能赶上我们的大婚，到时候我一定为您磕个头，奉上一盏新茶。好，那师傅我先告退了。好了，就到这儿吧。师弟啊，这是何苦为难自己啊？我可是昆仑虚的弟子，墨渊的徒儿，自然是一言既出，如白染皂。再说了，那无望海是何等清静的地方，最适合我修行了。17，你和太子那杯酒我就不吃了。但你有什么需要师兄我舍命的地方，尽管来无望海寻我。乌鸦嘴！师兄们都已经回到任上了，这昆仑虚就拜托二师兄了。我也不说废话了，走了。都回去吧。还愣着做什么？二师兄，我也还有事，我就先下山了。17是思君心切了吧？对了，我这有个东西给你。大师兄早起走的时候，让我把劫魄灯给你，说你忘在西海了。劫魄灯，要不是大师兄帮我拿回来，我险些忘记了。这终归是天族的圣物，要归还的。在师父闭关的这段时间里，就辛苦二师兄照应了。瞧瞧，假客气了不是？那不只是你师父，也是我师父啊。如果昆仑虚有什么事情，一定要来青丘找我。我就先走了，二师兄。算来夜华如今已该18岁了，不晓得夜华在凡世里这般年纪，会是什么模样？这位小哥，柳家公子可在？你找我们家大少爷？对，我找赵哥，他在吗？不在，他早就搬走了。这里不是刘府吗？他能搬去哪儿？自然是出去独自立府了。
他才18岁，就独自立府了。我们家大少爷可是100年难得一见的神童，12岁就入了太学。5年前，皇帝爷爷开恩科，少爷随便一考就中了个头名状元。从翰林院编修平步青云，如今已经做成了户部的尚书大人，真是天纵奇才啊！姑娘，你若是寻他，就要去尚书府了。夜华，你还真不愧是天族太子，就连在凡间也是寻常人比不上的。大人，为了今夜这枝桃花，我敬你一杯。好。大人近日咳嗽得越发厉害了，郎中都说了，大人您不要过度忧思了，不然会伤了身体的。我不是忧思，我是相思。6日不见，他当我的定情物白送了，果然给我惹了乱七八糟的情债。夜华，夜华，你丈夫不是不让你出竹林吗？夜华。多日未见上神，素锦在此给上神请安了。你怎么会知道我在此处？上神可是糊涂了，这隐身的术法本就是个障眼法，障得了凡人的眼，却障不了神仙的眼呀。方才我在云端看见此处金光闪闪，下了云头来寻，果真猜得不错。你又怎么会在此处？君上一人在凡间历劫，素锦担心君上寂寞，就特意做了个他心心念念的人偶陪在身边。今日下来，就是专门来看看这个人偶，他将君上照顾得好不好。我刚才没注意，竟没看出这女子是披了人皮的人偶。你有心了。上神可知，素锦是照着谁的模样做的这个人偶？上神可听说过素素这个名字？你说的是阿离那个跳了诛仙台的亲娘？不过上神无需介怀，如今君上他只是个凡人，他是看不出他对面坐的是个人偶，能让他得一个成全，把心心念念的梦想给圆满了。待君上回归正身，依照君上的脾性，就算这个人偶长着素素的脸，他也是不会把一个人偶放在眼中的。你这分明是告诉我，夜华他现在已将这人偶放在眼中了。你就不怕夜华他回归正身的时候，想起你诓他这一段，怪罪于你吗？啊，素锦不过是做了个人偶，放在君上府前的街市上，是君上一眼便相中了他，将他带回府中。若日后君上怪罪素锦，那素锦也无话可说了。可见，若真是将一个人刻进骨子里的喜欢，那即便是喝了幽冥司明主的忘川水，
也还是能留得印象，转回头再爱上这个人的。这件事情，你倒是很有体会。素锦对君上一往情深，这九重天上的人都很清楚，自然是深有体会。对了，上神可知道，君上这300年来一直在用劫破灯，劫素素的气息。这件事情本上神自然清楚。素锦，在这些小辈中，你最识大体了。我看你这人偶做的倒是细致，你也真是用了心了。有他照顾夜华，我也省了不少麻烦。他日夜华回归正身，想要怪罪于你的时候，我也会替你说几句好话。素锦谢过上神，那素锦先告退了。夜华，那日夜里我问你可否记得我，你全然没了印象。可即便是喝下忘川水，你却忘不掉阿离的凡人娘亲吗？你不是在昆仑虚吗？怎么忽然来桃林了？四哥，你可晓得阿离的凡人娘亲？我倒是听折颜提起过，他仅在天宫与这个凡人有过一面之缘，后来听说早就去了，留下小天孙一个人。怎么，你没问过夜华？我自打知道夜华爱过一个凡人，我就一直不想提起这件事，所以没有问过他。这人都没了，你还计较什么呀？我也觉得同一个死人置气很没意思。那你还哭丧着脸干嘛？四哥，夜华最初同我说他喜欢我，他说我便听着，可从来没有想过，这四海八荒一众女神仙里，他为何偏偏瞧上我？瞧上就是瞧上了，情爱这个东西哪那么容易猜想啊？这东华帝君明知道他和凤九没有缘分，为何还要和凤九在凡间牵扯呢？四哥说的是，但是后来我也喜欢夜华了，我们两情相悦，我也没想着再问他这个问题。现在仔细想想，我在东海第一次见到他，他就把我认作了团子的亲娘。四哥，你说如果夜华喜欢我，只是因为我长得像团子的娘亲，那我跟一个替身有什么区别呢？夜华爱那个凡人爱了300年，这300年来，他一直都情深似海，从来没有变过。怎的一见到我，就移情别恋了？我与夜华也仅有过数面之缘，若论了解，你理应了解得更深一些。他对你是不是情真意切的，还是别的什么？你自己难道就没有感觉吗？要不是今夜，我看到夜华与团子娘亲的人偶如此亲近，我是还可以骗自己，他对我是真心实意的。我爱
爱夜华是因为我爱他这个人，但如果夜华爱我，只是因为我长得像团子的娘亲，他对那凡人的相思不得，转而求其次才找的我，他这种抬爱，我实在受不起。你还是活得太短了，有些事情深究下去又有什么意义呢？你仔细想一想，夜华平时待你如何？你再仔细想想，与一个死掉的人计较，又有什么意思呢？是，我不该活得这么糊涂。小五，哎，丫头，你干什么？怎么一阵风一阵雨的？前一阵子不是顺风顺雨，又要嫁人，师傅又回来了，整天笑得合不拢嘴吗？这天祖果然是和我们青丘相克。怎么了？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唉，不知道，这小儿女之间纠缠的心思，搞不懂。不懂就对了，让他们自己去瞎折腾吧。先把药喝了，熬了3、4个时辰。又吃药？你该不会是为了报复我在昆仑虚下棋赢了你，故意往药里放了什么特别苦的东西吧？真真呐，真真，从懂事开始就总是喝药都是这样，老说我在里边放了特苦的东西。那特地跟昆仑虚弟子讨的上好的桃花蜜。你把我当1岁娃娃哄啊？吃药配花蜜？好吃。娘娘，如何了？白浅上神亲眼看到那个人偶和夜华在一起，虽然看着很是淡然，却瞒不过我的眼睛。那个女人的弱点，终于让本宫找到了，让她离开君上，也只是时间的问题。恭喜娘娘！去给我倒杯热茶。是。姑姑可要用膳？
要说我会有不恨你的一日，怕也就是今日了。君上爱你入骨，想必你也不想看他娶旁人入这洗梧宫吧？素素，娘娘，若是君上回来，小的娘娘做个人偶骗他，怪罪娘娘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哼！我这一族7万年前是为了天族被灭，退1万步，君上还需要留下我来稳住各分支部族的首领。有天君在，有这么多分支部族的首领在，放心，本宫不会有事。是。姑姑从十里桃林回来了，这都睡了2日了。是啊。姑姑。啊，姑姑，抬点酒进来。姑姑，你就来了。哎呀，你知道吗？几日前，我问夜华认不认识我，他说他不认得。然后呢，过几日，他就将另外一个女人带回家了。姑姑，太子殿下喝了忘川水，记不得姑姑也是应当的。记不得？那你可知道，他带回去那个女人，长得与团子的亲娘一般无二。素素，你也知道素素？我当初在天宫的时候，你别说了，我不想听。姑姑，太子殿下在天宫用解剖灯造素素的骨血时，我以为姑姑心大，不会计较。不计较，那是因为我傻，觉得前尘往事嘛，不必太在意。直到今日，我看到他不认得我，只认得那个女人，我就知道他放不下的是旁人，不是我。我知道他爱那个女人比爱我深，又或者是因为我蒙上眼睛，长得像极了他那位先夫人，所以他才会爱上我。姑姑，不如等太子殿下回来，当面问一下可好？如若他一直把你当做替身，那我们就退了婚。凤九从未见姑姑如此伤心过。四叔一直说，墨渊上神魂飞魄散时，姑姑都没了半条命。可是今日姑姑看起来更可怕，凤九心疼。不必再说了，我想自己待会儿。姑姑，真的不让凤九陪着吗？说说话也好啊。不要说了，什么都不要说。我只是想不明白，所以折腾自己罢了。那姑姑，我
为了青丘，你要保重身子。为了青丘，对，如果我退了婚，就只能回青丘了，做我的青丘女帝。你走吧。是。怎么那么刺眼啊？我就不信灭不掉你。既已对东荒大泽立了誓，是生生世世要成为夫妻的。夜华，夜华，这九重天上就不是你这个女人该待的地方，你就从这诛仙台上跳下去，回你该回的地方。夜华，你相信我，我没有推他，我没有推他。不可说，我没有能力保护你，我一定会和你成亲，从此以后我会是你的少爷。夜华，不是我做的，为什么要我去还？你放过我吧，我也放过你，我们从此就两不相欠。竟是苏苏，苏苏就是我。你还要搬酒？姑姑，你怎么了？你走吧。哦。大人也真是中邪了，一定要找到什么青丘仙境。来说媒的都给推了，老夫人也气得病死了。你说这造的是什么孽？我听个行走江湖的道士说，青丘啊，
是出狐狸精的地方。咱们大人不会被狐狸精迷了心智吧？不得在背后议论大人。姑娘，这些年数不清多少次，老夫人想把你强行送入大人的房间，可都被姑娘婉拒了。姑娘，你也真是不容易啊。大人是个痴情的人，他心里只有那个青丘的仙人，没有我。姑姑，洗把脸吧。风九，嗯，当初在九重天上，你是不是也经常化身成一只小狐狸，去一览芳华？没错。素素刚怀上孩子的时候，没有人陪她。只有你去陪他。素素刚被天君抓上天宫的时候，你还去吓唬过他，因为你觉得他抢了你姑姑的未婚夫婿。姑姑是怎么知道的？这件事情除了我和帝君还有司命外，绝对没有第四个人知道。因为我就是团子的凡人娘亲，我就是素素。姑姑，你该不是喝多了在胡说吧？我知道你在怨恨太子殿下，忘不掉素素。但是姑姑你是青丘女婿，而素素是个凡人，怎么能跟姑姑你相比呢？素素是素素，姑姑是姑姑啊。这不过是我飞身上神立的一个结罢了。我跟夜华，这是我的情结。姑姑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姑姑，姑姑，姑姑，你紧着身子些，这酒都喝了7、8日了，教中已无酒可搬了。若是再要讨酒喝，咪咕可真不敢给了呀。我的身子不打紧。姑姑方才说的都是醉话还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眼下我又想起一件大事来。姑姑，你这半醉半醒的，能想起什么事儿啊？我在下凡经历情劫的时候，那素锦趁火打劫了一双眼睛。现在我的劫也立完了，我那眼睛放在他的眼眶子里，好像也不是很合适。他养着我的眼睛，应该也不是很自在。我是不是该去讨回来？姑姑，这是醉话。那素锦娘娘什么时候欠了你一双眼睛啊？你不清楚，我不与你说。小九，你说，我那眼睛该不该讨回来？如若姑姑真的是素素，那当年在天宫受尽了委屈，这眼睛确实应该讨回来。我去就回，你们两个不要跟过来。姑姑若真的是素素的话，那就太惨了。什么太惨了？你不知道，
当年素素在天宫里可是受尽了委屈和冷漠，还有冤枉，总之就是一个惨字。若真这么惨，讨回眼睛是应该的呀。没错。啊，不行，这样实在太危险了，我不能让姑姑再次吃亏。她要去九重天打架，怎么能少了我？姑姑，姑姑。青丘女君，岂是你们能拦的？小将参见姑姑。免礼。啊，你们不认识我吗？都怪我平日在太成宫待着，都不知道出来让你们认认脸。快让开，我要进去。九重天岂是一般人能擅闯的？姑娘说太成宫三个字，想用东华帝君吓唬我们不成？快让开啊！我是青丘小弟姬白凤九。假如姑娘刚才就自爆，我们倒是还能信。可现在刚进去一个青丘女君，就跑来一个青丘帝姬，这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？真的是气死我了！我跟你们讲，如果未来天后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，太子殿下一定会治你们的罪的。上神，哎，上神，我再尿尿。上神驾到，素锦不胜惶恐。素锦揣摩上神的圣意，大约是来问君上的近况。若说起君上来，凡事的那个素素同君上处得很好，也将他照看得很好。如此这般，自然最好。夜华这厢有你照拂，我便也放心了。所以今日，我便来照拂照拂你。素锦，本上神这双眼睛，你用了300年，用的可好？你方才说什么？怎么？这双眼睛你用着用着，就忘了它的来历了吗？300年前，本上神经历情劫，丢了双眼睛在这。今日想起来，便特意过来取。你是素素？你说是你自己亲自动手，还是本上神替你动手？不可能！你怎么回事？不可能！不可能！不可能！到底是你自己弯，还是本上神替你弯？那个女人，她明明只是个凡人，不会是你的。她明明只是个凡人，不会是你的，不会。凡人怎样，神仙又怎样？只因我300年前化身为一个凡人，脓包了些，就准许你这个小神仙来夺我的眼睛，诓我跳诛仙台吗？
看来你是不忍心自己亲自动手了。本上神近来人逢喜事，酒喝得多了些，手可能有点抖，弯的时候会有点痛，你多担待。不要挖我的眼睛！不要挖我的眼！很好，300年前你就喜欢装柔弱，我时时见你，你都在装柔弱，你就不能让本上神开开眼，看看你不柔弱是什么样子？那日夜华剜我眼睛时，对我说：“欠人的，终归是要还的。”之前你的眼睛是怎么没的？我们2个心知肚明。我的眼睛是怎么跑到你眼眶里的？我们2个也是心知肚明。我就是想要问问你，我怎么就不能拿回我的东西了？我的眼睛放在你那儿放了300年，怎么就变成你的东西了？300年前的事，天君悄悄就给办了。今天的事我便也悄悄办了。你欠我的事情一共是2件，一件是眼睛，还有一件是诛仙台。眼睛的债，今日我就当你是还了。至于诛仙台，不如你正儿八经的从诛仙台上跳下去，又或者你去跟天君说，用你微弱的仙力去镇守囚禁擎苍的东皇钟，永生永世不得再上天宫。我绝不。不错嘛，终于勉强硬气了一回。那你的意思是希望本上神亲自去跟天君说？但你也知道我这个人，此一时彼一时，到时候我跟天君说的，可就不一定是眼下这一套了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去找药王吧。娘娘，娘娘，白浅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这些日子，夜华不在天宫，却让他做下天枢星君，日夜守着弱水，会不会有什么蹊跷之处？估计是太子殿下快要大婚了，怕异族有异动。毕竟弱水河是天族和异族的接壤之地，总要多加守护才是。不会有这么简单。那帝君的意思是怀疑和东皇钟有关？
如果真的和东皇钟有关，那可就是大事了。太子殿下不该独自隐瞒。夜华如果不想说，也一定有他的道理。你随本君去一趟若水。是。哎呀，真是气死我了！你们俩怎么就不知道我是谁呢？我和你们司密星君是好朋友，还有程昱元君。不信你们找他们俩来问一问，不就知道了吗？我是青丘白凤九，青丘小地姬。那好像是小地姬。九重天不能擅闯。姑娘就不要在此纠缠了。你去看看。好。是。小殿下，哎，今日怎么有空来九重天？司命，你快告诉他们俩我是谁。青丘小殿下。啊，二位同荣同荣。东华帝君在太晨宫等着这位小殿下呢。哎！别再胡闹了啊！天规森严，你若是再惹祸，帝君也帮不了你。我没有胡闹，我姑姑来找素锦娘娘了，我不能让她吃亏啊。什么？我和你说，我姑姑就是当年太子殿下放在心尖上的凡人娘子素素。上神就是素素。嗯，你可别骗我。我没有骗你，真的是我姑姑她自己打碎了结魄灯，想起了前尘往事。她说当初做素素的时候，是她飞升上神的情劫。哦，我明白了。我明白了。对啊，如今姑姑想起来了，就来找素锦娘娘要眼睛了。你还记得那个时候，素锦娘娘掉下诛仙台？说是素素把她推下去的。对。姑姑想起来之后，知道她是在冤枉她，所以她就来找素锦娘娘要眼睛了。那岂不是要大闹一场？所以啊，我现在不能跟你多说了，我怕我姑姑吃亏，我得去洗蜈蚣。小殿下，小殿下，快，星罗，马上到了，娘娘，快！哎，素锦丫头，你的眼睛怎么了？叔伯，你们要替我做主，快带我去大殿，快！素锦，你给我站住！我姑姑呢？你姑姑她抢了我一双眼睛，我正要去找天君要说法呢。你这个女人实在是太恶毒了！当初你陷害我姑姑推你下诛仙台，害得太子殿下把她的眼睛都给挖了。我姑姑伤心欲绝，从诛仙台上跳了下去。这双眼睛本来就是我姑姑的，自然是要还给她的。你需要在这血口喷人？我怎么会知道当初的素素就是你的姑姑？就算我知道她是你姑姑，可又如何？她假扮柔弱推我下诛仙台，伤了我的一双眼睛就要赔给我，哪怕她是上神也要赔给我。哼！你们青丘的女人是高贵，一个个生下来都是地基，可又如何？难道我天族的女人就该被欺负吗？你这个女人怎么这么恶毒啊！事到今日，你还在污蔑我们青丘。你姑姑推我下诛仙台在先，还我眼睛在后，我有什么错？难道她是上神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？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九重天！我告诉你，白凤九，你别以为仅凭你们姑侄两个说的话就可以颠倒黑白。今天不管你说什么，你姑姑她都必须给我一个公道，将我的眼睛还回来。素锦丫头，听了半天，我怎么没听懂啊？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你怎么会和青丘的人有争执？叔伯，是青丘白浅，他挖走了我的眼睛。什么？他为什么要挖你的眼睛？他就是当年的素素。白浅上神是当年那个凡人。不错。你不要听他胡说，他满口胡言乱语。放肆！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？不要以为有青丘给你们撑腰，就可以在这里大呼小叫，真是没有规矩。叔伯，你们现在赶紧带我去大殿，我要一五一十的向天君禀明此事，哪怕最后要我们向青丘低头，我也要把这件事情给说清楚。我的眼睛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天族的颜面。素锦丫头放心，是非曲直到天君面前一说就知道了，不用怕，我们陪你去。好，走，走。
对不能让他去蛊惑天君，他才是颠倒黑白的那个人。你不要拦我！跟我走。奴婢见过上神。夜华，你可晓得，300年前的痛就像痛在昨日。什么大义，什么道理，什么为了维护我这一介凡人而不得不为，我全不想管。我只记得宿在一览风华中的一个个孤寂的夜，一点点被磨尽了卑微的希望。夜华，你让我如何与你成亲？听说你将你四哥藏在酒窖里的酒都喝完了，你这次来该不会是问我讨酒喝吧？啊，这双眼睛于300年还能被你找回来，真是奇事啊！你喝了我给你的药，竟然还能记起那很伤情的前尘过往，更是奇事。这眼睛从仙体上摘下来，不得超过7期49日，否则就用不了了，对吧？我当初以为这双眼睛丢了便是丢了，没想到竟然安在别人的脸上，而如今还被你找了回来。替我把眼睛安回去吧。这安是可以的，不过你且等我把上面的浊气先清除完之后，清完了才能帮你安上去。不急。小五，你还没告诉我究竟是何人拿了你这双眼睛？一段情节，不提也罢。苏苏，大人，你知道为什么给你取名叫苏苏？大人从未提起过。因为初见你的时候，你穿着一身素衣。苏苏，我这一生都在等个人。奴婢知道，大人一直在等青丘的一位仙子。是啊，我11岁时，他来找我，说待我成年，便要嫁与我。可惜他没来。都说神仙活得久，
我是他十几日的光景，看来我是等不到了。大人，您终身未娶，从未辜负过那位仙子。他不会怪我失言吧？在我死后，将我的尸首烧成灰，和这珠钏葬在一起。昆仑虚，我为何会在这里？夜华，沐月上人，夜华，或许你该改口叫我一声大哥。大哥，你是父神的儿子，我的同胞弟弟。当年因为一些意外，导致你的元神陷入了沉睡之中，于是父神便将你的元神放入了一株金莲。父神身归混沌之日，将你托付于我便将你带回昆仑虚，放在这个莲石之中，等你醒来。当年白浅在此学艺时，最喜欢照看的便是你这株金莲。或许这就是冥冥之中的天意，也是你们该好好珍惜的一段缘分。我本是在闭关，后来还是想见一见你，毕竟我已经等了你十几万年了。天君，天君，素锦，天君，天君，帝君，天君，你一定要给素锦做主啊！当年的事情，天君您最为清楚，你一定要给素锦做主啊，天君！你先起来。不，素锦不能起来。素锦若是起来，就等于承认了这桩罪名。白浅上神，他不仅挖走了我的眼睛，他还要我为他当年跳下诛仙台的事赔罪，要我自请出去仙籍，去守弱水之滨，求着擎苍的东皇钟，永生永世不再上天。
虽然我们天族因为桑吉之事欠了他们青丘一笔债，可也不能任由那位上神如此随便，冤枉处置我们天族的人。不错，如果任由别人欺负素锦的话，我们怎么对得起我们昔日的兄弟？你们不能只听素锦的一面之词，你们也要听听我的，听听我姑姑的呀。你姑姑挖走人家的眼睛就一走了之啊？她是青丘的女君，又是四海八荒尊称的姑姑，我们如何请得动她？如果说你姑姑真想给天族一个交代，那她就不该偷偷的做了此事，又偷偷的逃走。我姑姑偷偷走掉，还不是为了给你们天族一个颜面？难道要我姑姑昭告四海，告诉所有人，你们这个素锦娘娘当初在做天妃的时候就如此恶毒，欺负一个无权无势的人，抢走她的夫婿，夺走她的双眼，害她跳下诛仙台这件事情吗？你这个小姑娘怎么如此恶毒？你姑姑挖走了我的眼睛，你竟然还为她在这颠倒黑白！你们天族就是欺负人，你们为什么只听她说话？你们陷害我姑姑一次还不够，还要陷害她第二次吗？放肆！确实放肆。帝君，你不是来帮我的吗？现在为什么帮助素锦说话？这件事情扑朔迷离，每个人说的都不同。本帝君有句话，虽然可能会得罪天君，但还是觉得必须要说。帝君，请说。这件事情关系到天族和青丘，素锦又曾经是天君的天妃，所以这件事情天君不该出面，否则难免留下口实，让青丘以为我们在审这桩案的时候是有私心的。帝君的意思是，天下人都知道，本帝君是曾经的天地共主，又和任何部族都没有亲近的关系，后宫空置，远离红尘，所以这桩公案应该由我来主持，才能堵住悠悠众口。可是帝君与青丘的白凤酒之间，怎么？我刚才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帝君这是要让本君从这件事中抽身，要给青丘一个交代。如今这情景，本君确实不能再维护他了，且看他自己的造化吧。本君认为，帝君的这番话确实有些道理，那本君就在一旁听审，不再插言。素锦，你可认为本帝君会偏袒青丘？素锦不敢怀疑帝君。你们呢？可认为本帝君会偏袒白浅？臣等不敢。那素锦，你就慢慢说吧，就从7万年前说起。我久居太晨宫，并不知道你们的事，现在就给你们这个机会，将此事说清楚。